女人新婚竟偷听到她的夫君只剩半月时间了，可把女孩开心坏了，竟直接算起了守寡日和出殡日，加上出殡日，满打满算1个月就可以回家了。爹娘，吾夫将死，陌上花开，不可速速归也。原来爹娘送她来选秀时，千叮咛万嘱咐怎么落选怎么来。如果问你家境如何，家中3代务农，只有爹给考中，但官太小，登不了济川宫。我这么说，能选得上吗我？万一他们瞎了眼呢？到达宫殿外面，物品不准入宫内。嬷嬷让秀女们上交，李薇开始把吃的藏身。上交时，里面只剩一个帕子。家里穷，没带什么东西。她开心地走过时，一个大饼掉到地上，嬷嬷发怒，直接搜身，橘子、苹果、糖果、花生统统搜了出来。嬷嬷发火时，一个秀女上前解围，她是父亲挚友的女儿。她上交时故意留下2瓶水腌制。这是不是不让带进宫啊？那就孝敬2位嬷嬷了。嬷嬷让他们走过。郝家对宫里的少主们早已了如指掌。5少主单纯憨厚，7少主话少人好，2少主是嫡出，被封为嫡长主。他已婚配却是良配。选秀时郝家表现很好，李薇答的却是父亲在马车里教的家中3代务农那一套。上官君主却只想着保卫国家。川主川夫人对郝家很是满意，可郝家只想嫁给嫡长主，虽然只是个侧妃。为了引起2少主的注意，郝家找到他的附近，假装迷了路。没想到5少主却先看到了他，并对他一见倾心，纠缠着要送他回去。而2少主连头都没有抬起过。郝家不甘心错过这大好的机会，如果再迟些，他担心自己会被指婚给别的少主。于是经过2少主旁边时再次停留，看到他正对着一盘棋局深思，便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。这时2少主终于抬起头看了他，但只看了一眼，随即又看向了棋局。为了进一步留下深刻印象，郝家掏出2包幸福给了5少主和另一个人，以感谢指路之恩。嫡长主殿下，我这幸福带少了，如果下次有机会再见到您，我再给您带。喂，见2少主依然没有过多注意，郝家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2少主突然叫住了他。我送你。嫡长主。而另一边体弱多病，一向都没有什么存在感的6少主，也正在下着一盘大棋。我有满满当当9个兄弟，可父亲到底只有2只眼睛。想要得到他的关注，入世为官，还需谋划。这次久川卓却，府上恐怕顾不上少主。若是靠姻亲上位，反倒无趣。我想要的，都能凭自己赢回来。女孩被迫参加选秀，为了落选，骑着毛驴进宫，因为太饿跑进厨房偷吃，结果6少主吃饭时发现南瓜蒸蛋里没有蛋，桂花糕是吃剩的。6少主跑到厨房查看，却看到李薇在边吃边摆盘。好像还是歪的。哎呀，你不懂。李薇看眼前这人衣着华贵，猜想他是10位少主之一。他想离开时，6少主问他是哪个别院的。李薇想起郝家告诉自己，6少主体弱多病，难成大事，最不引人关注。说是6少主，他没想到会说到自己头上。让他说说6少主长什么样子。他这个人比较萌木，存在感很低，就算他站在你面前，都有可能认不出他。这描述的倒是挺准确的。改日我见到6少主让他犒劳一下。就在他离开时，6少主疼痛难忍，突犯胃疾，瘫坐在地上。李薇看这情况，将他扶起，送进太医院。回到宫内，嬷嬷通知接他的轿子来了。他和好友道别，回到家给他寄吃的。来到宫门，却发现不是爹娘，而是一顶红轿子。嬷嬷说他已许给6少主做侧夫人，就这样被迫塞上了花轿。原来6少主请主上将李薇许配给他，但主上觉得李薇配不上他，他只能做侧室，日后定会为他另选一门好亲事。因为少主未及，一切从简，没有大半让他拜了宗祠。老5调侃起老6，是不是步伐不够强？我要休息了。好。这边郝家被嫡长主娶进门，向正室敬茶时故意刁难，让一旁的宫女加水。说话间茶水已满，郝家的手被烫得通红，警告他不要耍狐媚子的把戏，直到正室满意才让他起身。这时嫡长主来到，嫡长主看到烫红的手问缘由，聪明的郝家没有告状，只是说没事。嫡长主端茶喝的时候，妾看这茶色浓郁，香味醇厚，莫不是代传的茶？听闻代传的茶天下闻名，妾还从未尝过呢。你若喜欢，就赏你了。你也别喝我的茶。小芳如，这可不是在你们代传，给我收起你的性子。我跟你说过，我最讨厌内战纷争。而老5这边也很是热闹，
被五花大绑绑来成婚。上官君主直接自己掀开盖头，在他面前耍起枪来，吓得老五哭爹喊娘。3两下身上的绳子解开，上官君主说要做自己的夫君，必须要举起这杆枪。老五怀疑他在枪上动了手脚。可以啊，那我们看其他的比，比就比，我还能怕你啊？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啊？开始！我还可以，看到没有？女人新婚，却偷听到她的夫君快不行了。你们是不是知道六少主快不行了，只剩半个月了啊？哎，四分别乱说。对呀，这种话要是被别人听到了，会被杀头的。吓人的话证实了李薇的猜想，娶自己回来是为了冲喜的，可把女孩开心坏了，直接算起了守寡日和出殡日，满打满算1个月就可以回家了。随即向他的爹娘书信一封：吾夫死期将至，吾可速速归矣。家中置藕粉，切记加槐花少许，待吾归同时。殊不知他的夫君突犯胃病，他们说的时日不多，是到月考了。李薇为了让夫君开心点，在他的房间布满了鲜花。六少主总感觉哪里不对，李薇随即又给他画了一幅画像。不过这画像看着还可以，结果下一秒这画像你看他挂到了哪？你看他挂的。以后大家一看到这幅画，就能记起少主的音容笑貌。他的好夫人给他端药送茶，临终关怀做的那是一个好呀。然而第2天，管家拿来一打夫人未寄出的信。这里边的内容啊，不堪入目。我给您念念：爹娘，吾夫将死，陌上花开，吾可速速归矣。就是掐着手指头等着您归西呀！他好当寡妇，拿着蓄养金回济川逍遥去的。这样搞笑有趣的剧情，喜欢的社员们可以去看正片哦。Follow 影视剧新社剧解说系列，我们下集继续。